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是，就是委内瑞拉的军事领导阶层愿不愿意护着马杜罗到了可能被消灭的地步？我认为不会，他们跟马杜罗也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为什么要做这么事？所以他只要知道说不会去伤害委内瑞拉军队的利益，只是要把马杜罗换下来，换上亲美的政权，这个讯息很清楚。所以这些军官呢，做样子是会。真的会誓死跟美军打？不会，美军也没有要打这些人，所以我们要先区隔开来。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战争会变成什么全民战争啦、越南战争啦，距离太远。马杜罗在委内瑞拉也没那个行情。美国对于委内瑞拉这一场空战海战即将开打了吗？今天我们特别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川普现在正式的宣布了，这个委内瑞拉的领空啊，全部给关闭掉。另外，他也大幅度的派出了各种的武器，不管是美国的福特号或者是 F-35在周边压境，现在可以说是开战的前奏。正式要开打了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另外也会关心到是委内瑞拉，它也不是软柿子，在它的周边部署了5000枚的遏制防空飞弹，再加上俄罗斯的苏30，能够这样子就挡得住美军吗？俄罗斯还会不会再加码武器给委内瑞拉呢？接下来，另外也会关心到的是美军封锁也拦不住啊，因为委内瑞拉它的运毒快艇仍然是照样的跑，一趟只要完成了这个交易，可以获得10万美元，所以有很多的毒枭仍然在美军的眼皮子底下持续的做生意，美军根本拦不住他们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消息，来自于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29号最新发言，致所有的航空公司、飞行员、毒贩、人口贩子，请将委内瑞拉的领空周边空域都把它视为是全面的关闭，是要真的开战了吗？另外，美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也搭载了 F-35，完成了部署。另外，还有2万名的美军全部都已经来到委内瑞拉的周边了。大家就在看说，立刻联想到当时2011年，美国也曾经宣布要禁航区，然后他就推翻了利比亚的格达费，这个被视为是先前设立禁航区的一个最新的开始。节目一开始，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川普这时候说要关闭委内瑞拉的领空，代表地面战马上展开了吗？是要复制当时特别提到了2011年美国推翻利比亚格达费的模式吗？委员怎么看？我认为开打是一定开打，但是所谓的地面战。到底是用空军轰炸、用导弹轰炸，还是直接的派部队？可能都有，但主要还是空军轰炸。因为利比亚当时就是用空军在轰炸的，就是斩首行动。这种事情，我认为他会做啊，因为他有几个战略目的。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毒品啊，这当然是一个短期的目标啊，但最重要拉下马杜罗。然后第二个，这个警告所有的中美洲跟南美洲的左派政权，包括哥伦比亚，还有很可能洪都拉斯要选出来的也是左派，那巴西更是左派，所以你看巴西这2天都静悄悄了，不敢吭声，哥伦比亚就不再吭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想要这个恫吓左派政权啊，那个只有那个阿根廷那是右派政权，他很喜欢啊这样，然后再来呢就是要警告所有跟中国跟俄罗斯太过亲近的政权，就说这是我的势力范围，我不容许中国跟俄罗斯未经我同意啊来这边做有的没有，包括“一带一路”啊，这是。那委内瑞拉有没有能力因为5000枚遏制防空导弹，还有加苏30就挡得住美军？那是不可能的事，挡都挡不住。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是，就是委内瑞拉的军事领导阶层。愿不愿意护着马杜罗到了可能被消灭的地步？我认为不会。我认为不会。他们跟马杜罗也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为什么要做这么事？对呀，所以他只要知道说不会去伤害委内瑞拉军队的利益，然后只是要把马杜罗换下来，换上亲美的政权。这个讯息很清楚，所以这些军官呢，做样子是会。真的会誓死跟美军打？不会，美军也没有要打这些人。所以我们要先区隔开来。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战争会变成什么全民战争啦、越南战争啦。哎呀，那个距离太远。马杜罗在委内瑞拉也没那个行情啊，不客气讲也没那个行情。他的行情只是比
赖清德在台湾好一点而已啊，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我认为这个委内瑞拉根本挡不住川普这个攻势啊，这个距离差距太大了，太大了。好，美国要透过打委内瑞拉来控制住不管是亲中或者亲俄的政权。那确实，委内瑞拉现在马杜罗是立刻赶快用上了遏制的武器。我们要来看到这一场武器上面的对决，到底悬殊有多大？委内瑞拉来看到它部署了超过5000枚的遏制真 S 的防空飞弹，在它的山区跟城镇构成这个多层的防空火网。另外，在空中还有包括了这个真 S，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款飞弹嘛，射程6000公尺，采的是红外线的导引，主要能够防的就是低空的攻击，被视为对于美军很明确的一个警告讯号了。另外呢，美国还派出了另外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战机苏30进驻加勒比海，美军南方侦察的特战行动也经常会在这个地方来出没。那美国更是增派2500名的精锐部队以及海军的装备。虽然说知道他不可能打赢，但是这些遏制武器能够稍微挡住川普发起的进攻吗？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提供更多的武器给委内瑞拉？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啊，现在大家都谈到的就是这个真 S 的这种防空飞弹，这种就是人吸式的防空飞弹，也就是我们看到啊，美国它所使用的刺针防空飞弹的俄罗斯版，那它的拦截的距离呢不远，就是6公里。那但是呢，它有5000枚，这个数量就很可怕了。它如果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话，不可怕。可是它如果集中在某几个地区的话，那我们这样讲啊，那以这个战斗机如果遇到这种飞弹的话，实际上来讲，它就是啪啪打这个火焰弹而已。可是火焰弹也会打完的，打完之后就其实反制的方式啊就很有限了。所以我们讲到说，看他如何的战术运用才是最重要的。那至于说苏凯30如果对上的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F-35的这一种逆中战机的话，基本上没得交换率的。那因为他们其实是不同世代的一个产品啊。那不同世代的战机其实就几乎等于没有交换率。但是这件事情现在我们看到的啊，其实中间透出很多诡异的部分，因为其实这个川普总统他直接的用他的 Truth Social 里面讲说，关闭领空。其实关闭领空的意义也就等于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交战状态，而且他的关闭领空并没有这一个安理会的授权，是他自己就这样说了。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新闻报道，那个也就是路透社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么一件事啊。然后他们去把这个问题，也就是关闭领空的问题，拿去问这个五角大厦，五角大厦不回应，所以这件事情透露的古怪的部分，也就是川普到底又是晚上睡觉，然后突然一时兴起就关闭了，还是他跟他的国安团队有进行过相关的讨论呢？不过我们之前看过这张图啊，这张图也就是当初宣布了，在2025年，就是今年的10月30号，那到明年的3月31号，他把这一块区域其实实际上是关闭的。那这关闭呢，他说他要做各种的军演。那其实我们上一次在节目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行动？果然啊，现在已经有媒体爬梳出来，就是按照美国军方的文件的话，其实美国军方预定在这个加勒比海啊待到2028年。他们是透过所有的这一个相关的国防部合约，也就是购买这些副食类，也就是官兵总是要吃饭的嘛。那买的这一些食材，它的合约其实是到2028年。那也就是在川普任期结束前呢，那他们都会有大规模的一个军事存在。而且我们觉得，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宣布啊，那但是他的舰艇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其实他现在舰艇状态，我们看到这张图啊，是是11月28号，
也就是罗德代堡号船坞运输舰，它其实并不在加勒比海接近委内瑞拉的一侧，它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它其实位置在于美属维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岛这里进行整补。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虽然大家都认为海军它有一个很独特的特点，可以透过海上的这个无论是高线传递，然后进行整补，或者是海上加油。但是真正最容易整补的，而且对于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的话，它需要的是靠港，因为如果靠这个高线在那边传递的话，其实花的时间非常多，那而且可能会受到干扰。那我们讲到这些啊，现在川普一心一意的，他就是拿一些理由，也就是拿这个是不是他们现在直接的用军事企图的方式。可是我们之前啊已经看到，无论是洛杉矶时报，现在又多了这一个华盛顿邮报，都不断的提出质疑，说这个方式不但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美国国内的法律。好，这个军事企图的方式，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但另外一方面，能不能真的对于这个打击毒贩有效呢？现在看起来也是没有效的。我们要来看到最新消息，委内瑞拉的这个运毒快艇仍然确实是照跑不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最新也揭露了说，这些快艇啊有一些特征，包括了长度大约是40英尺，然后它们是由玻璃纤维打造的，而且还有巨大、超大的马力发动机。现在呢，不断在几个重要的地点，包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还有委内瑞拉海岸线上运送价值7000万美元的毒品货物，一趟成功能够赚进10万美元，难怪这些毒贩持续在美国眼皮子底下继续赚钱吗？杨老师怎么看？我们现在看美国总统川普在委内瑞拉所做的军事上的这些集结、训练，甚至封锁，多半大部分其实蔡委员讲的没有错。我们从比较是战略的角度，或者是整个区域地缘政治的角度，认为他其实在防止整个区域在向左转，希望你能够就是维持偏向美国、亲近美国。那更进一步呢，希望去排挤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对美国影响力的渗透。那我们看到洪都拉斯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最新的结果是中间偏右川普支持那个候选人取得领先。也就是当他在对委内瑞拉做封锁的讯息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洪都拉斯的选民也接收到那个讯息。那现任的执政党是中间偏左的，那结果他的3个候选人里面得票率最低。那这是川普的用意。但是我也觉得，如主持人所问的，反毒这个议题是不是真的也是他在针对委内瑞拉行动当中一个诉求？我觉得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表面上是这么讲。对。主轴是不是维持这个如此？其实对他而言不矛盾，因为川普上来的时候啊，2个事情其实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第一个，对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过程当中，它其实增加了一个芬太尼的议题。对。那芬太尼议题跟中国大陆无关，因为中国大陆这是出口原料，那是你自己这个贩毒集团的这种运用。但是后来你看11月釜山会议的时候，中美在芬太尼上面有一个合作的空间，也就是中国大陆对原料出口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限制跟管制。所以这个是他针对毒品在美国的泛滥。毒品在美国的泛滥的程度，我就不需要多讲了。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你看到搬一个家，你随便那个厨房底下的柜子一打开，新搬进去，通通都是一些毒品吸毒的一些用具，司空见惯。那然后呢，2月份的时候，Rubio 美国国务卿又把一些国外的贩毒团体列为叫恐怖组织，这个是第一次这么做的。他在法律上把它列为恐怖组织的时候，他采取的行动以及跟外国的合作或者是施压就不一样了。那以前贩毒团体是针对你看有那个 DEA 就美国的这个反毒的这个组织，那至于美国内部的这个帮派，像是内部的拉美王国 MS-13，就是拉美王国是南美洲，然后 MS-13是中美洲，那太阳集团这个是委内瑞拉的集团，哥伦比亚也都是，所以它从陆路还是海运过来的这些毒品其实真的是一本万利是没有错。那它对于这些委内瑞拉的毒品的这种反制那当然会不会因此造成美国毒品的这种
就是受到影响。我觉得毒品这个问题在美国真的是春风吹又生了。对，你再怎么弄，其实还是有市场，因为那个市场需求还是很大。所以我们看看他接下来会能达到什么效果。如果马杜罗愿意承诺在毒品上做限制的话，说不定这个事情还会有个下台阶。否则的话，他还是会采取一些行动去针对委内瑞拉。美委战争，委内瑞拉这个战争是一触即发了，尤其现在美军签下了保密协议，据传要即刻入侵了吗？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中俄是否联手伪国来力挺呢？来针对美国，我们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现在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加勒比海火药味失控蔓延，美国呢无视于国际的争议，持续的发动了是3波的空袭，一共是击沉了4艘船，酿成14人死亡的一场悲剧。其实我们一直从9月份就做了许多的报道哦，从9月份到现在先做一个统计，美方已经击沉了14艘的船，至少造成57个人丧命。而这一件事情最吊诡的是，华府口中一直说这个是反毒行动，但是都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船上面是真的有毒品。外界质疑美国就是在做假旗作战，为接下来川普要入侵南美洲做好准备。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先来看到有一些迹象。美联社的报道 ，CIA 美方曾经试图要策反马杜洛当时的专机首席飞官，他怎么要求这位飞官呢？说，你秘密的把你们总统把你们的总统马杜洛的座机转向吧，让美国呢可以直接当场逮捕马杜洛。这是第一件事情，来自于美联社的报道。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美军官员甚至被要求，路透社的报道，签署保密协议啊。指出呢，川普正在为入侵，接下来他不只是要入侵委内瑞拉，甚至还有哥伦比亚都已经预做好准备了。听到这些消息之后，美国政府怒斥这是美国南方司令部策划的殖民侵略啊！美国已经逮捕了疑似和 CIA 有关的这些佣兵，而他们正在准备策动的就是这一场假旗的袭击。川普从各种动作来看，已经准备好要来作战，要来入侵南美洲国家，要动武了吗？这一场行动最后的一个目的，是不是就是要扶植亲美的政权？委员怎么解读？当然啦，就对美国来说，他长期以来玩的把戏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那么以前要加这个罪，好歹还会加的比较高尚一点就是跟普世价值有关啦，跟民主、自由、人权扯上关系。现在完全没有了，现在的这个借口都很 low 到让人家觉得非常意外了，就拿毒品出来讲了。我刚才讲这个芬太尼已经讲过了，他要对付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是芬太尼，要对付中国大陆也是芬太尼，现在要对付这个中南美洲的国家的时候呢，他就拿白粉、拿毒品来说事了。可是关键问题来了，我们大家想一想，委内瑞拉也好，哥伦比亚的人有每天都在吸白粉吗？如果你说他生产白粉好了，理论上来说他也应该要吸白粉吧。所以照你美国这种说法，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加拿大、中国大陆理论上都在吸毒啊。可是为什么人家没吸，只有你吸呢？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吧？就你的人民不争气，跑去吸毒了，你不好好去研究一下，说我要怎么样去协助大家摆脱毒品，我要怎么样在国内严打贩毒。就你现在不是，你是回过头来说，所有我周遭跟这个扯上边的、没扯上边的，我通通都把你一网扫进去了。反正呢，我欲加之罪，你能怎样呢？所以对中南美洲的国家也是如此啊。照川普这种搞法，那你下周就要入侵金三角了吧？那委内瑞拉、哥伦比亚都被你占了，好啦，中南美洲可能没有制造毒品的地方了，那其他地方还有啊？你要打进地球上所有生产毒品的国家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简直是奇怪到极点，就自己不检讨自己不在国内做一些预防的措施，反而想尽各种办法用这个理由去把自己的手伸到全世界去了。好，那你说他要做这件事情干嘛呢？当然就是为了肃清他家后院的忠诚度啊。对美国来说，他已经早就对于中南美洲这些国家分崩离析，过去可能是对他完全效忠，现在各有各的盘算，各有各的这个结盟的方式了。他早就已经心生不满了，所以他找尽各种理由来处理他们。从我们看到的巴西，对不对？巴西他就希望他的好朋友能够重新复辟，重新上来，所以呢，他用关税来打击他。对，委内瑞拉也是啊，他说要入侵委内瑞拉，说马杜罗因为运毒品。
你有听过运毒品这个国家被打的吗？好歹去打那个生产毒品的国家，但他运毒品到底犯了什么错呢？很多国家都运毒品的。那照你这种理由的话，你川普可以把全世界都打完了。但是他照样用这个理由啊，随便就把人家船击沉了。那船上到底有没有毒品？不知道。他说有就有，你能奈他如何？对，这些人都活该死了。所以对川普来讲，我觉得他现在做的一个措施很简单啊，他所谓的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同时，他也要把他自己家后院肃清干净。凡是不听他的话的，立场跟他不同的，可能跟他敌对的，通通扫光。各种理由都可以安上。在最后的理由就是用毒品了，反正现在毒品是最好用。川普把毒品当作普拿疼来用了啦，就他想打哪个国家，他想制裁哪个国家，他就拿毒品这2个字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对川普来讲，他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原本接触的这个孤立主义的路线了，就美国以后不要再管世界上的事了，我管好我自己。这是他的支持者对他支持拥戴的原因哦。他现在如果把手伸到了哥伦比亚，伸到了委内瑞拉来，他马上要面对的问题是，我要怎么跟我这些国内的支持者解释？这就是刚才为什么思明讲到所谓的假旗袭击啊？为什么要用假旗袭击？为什么要用这种 cover up， 就是这种秘密行动哦？为什么要来做这样的处理？其实他就是因为他不能够正大光明的去出手，因为正大光明一旦出手，他就要马上对国内解释说，他原本走的这个孤立主义的路线，我至少门前雪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要重新反转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川普的政治目的已经是非常明显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跟委内瑞拉的这一场战争是一触即发的。但是呢，我们等一下要来解读一下美国它有哪一些装备，但是美国它也不是吃素的这一回它有了俄罗斯的帮忙，那有没有中国呢？这2个国家，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注。先来看到，那美国它现在手上有哪一些战力哦？我们看到除了原本的6500名的官兵之外，还有包括了它已经出动了，它接下来会放的艾森豪号的航舰打击群之外，它的包括了轰炸机 B-1B 还有 F-15E 等等都会出动。另外，它还新增了包括有10000名的兵力，形成号称是史上最强的环尾包围网。刚刚讲了，美国也不是吃素的，他找来的是俄罗斯来介入帮忙。于是呢，我们来看到俄罗斯跟委内瑞拉就签署了一个战略伙伴条约，紧急派出了他的这个运输机，连夜的送武器到委内瑞拉，包括了现在美国境内的一些防空系统都是遏制的，包括了导弹啊，或者是战机，甚至是超音速反舰，都对美军可以构成威胁。这样做，俄罗斯的加入就能够阻止川普吗？美国的防空火力能够震撼美军它的这个航舰群吗？干哥有怎么看？好，我们来看哈，那个美国的兵力哈，你光看这个表哈，这个兵力不是打那个南美国家用的，对，是打北韩用的，你知道吗？你要打北韩要这样才够，你要这样的话，你就杀鸡是要用了牛刀了。为什么？你光第26远征单位就是陆战队啦，对，就是陆战队，那是最精锐的，那个是要去，那是可能要去打那个平壤的，所以说你才会派这些人去。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陆战队的精英。然后再看到空军的 F-15E 跟 B-1B 啊 ，B-1B 好久没出来亮相了，我们知道终于可以看到它的样子了，不错不错。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就是说他出动航空母舰战斗群，我的天哪，你怎么会用到这种东西？这根本严重违反了国际法。OK， 你现在我们第一次我们就认为说，你不能够把毒贩当成什么？当成敌人在打。结果1个多月前你也集成了第一艘啊！你看家属就抱头痛哭啊，毒品在哪里呀？到现在更新的船被集成，家属还是一样。请问毒品在哪里？证据在哪里？美国军方能不能提供？还有川普，你们能不能说出到底证据在哪里？说不出来，说不出来。所以现在有态势有一些变，有些反转。什么？俄罗斯说来，那个委内瑞拉，我们签订了这个战略伙伴同盟同盟之后，这个一流升这个76飞机啊，终于真的是载着很多军火过去了。其实我跟各位讲。委内瑞拉现在要抵抗美国最重要的就是2种武器，一种就是反舰飞弹，另外一种就是防空飞弹。偏偏这2种都是俄罗斯的强项。反舰飞弹给你什么？反舰飞弹我就给你那个KH-31啊。这种反舰飞弹是普遍配备在俄罗斯的主要战机上面，也就是在面对如果跟北约开战的时候，苏凯34战机。
或者是苏凯57战机这些先进战机，他们都一定配备 KH-31。KH-31是一种什么飞弹呢？它就是这样子好了，终端速度是5倍音速，可是它并不是战略武器，它是战术武器。它5倍音速掠海飞行打过来的时候，你怎么被它从肚子里面穿过去你都不知道。是航空母舰就会吃一颗这种。当然像这种飞弹它不能一次集成航空母舰，但是它对于航空母舰以下、驱逐舰以下的飞机非常有效。它只要在水线附近穿过的话，这艘船就沉定了。所以它现在马杜罗他得到了这样的飞弹的话，我觉得对委内瑞拉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强心针。那另外呢，就是大家看到我刚才讲嘛 ，B1 都出来了 ，Freelancer，B1 是很久没有见面的那个战略武器啊，战略轰炸机啊。那你要对付它的话，当然马杜罗要收到俄罗斯给他什么 S300，S300是俄罗斯现在次一级最先进的，因为最先进的叫 S400啊 ，S500还没出来。所以现役最先进是 S400，那他现在送给他 S300的话，那我可以告诉各位，美国的指挥官会怕，会怕，因为 S300相当于爱国者2型，也就是说美国自己的爱国者2型，你自己怕不怕？怕，为什么？因为精准度非常好。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俄罗斯真的用这个1流升76那个运输机送了这些东西去的话，那美国的前沿指挥官他们要好好思考一下，你的战略要重新部署了。委内瑞拉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打。好，我们看到美国包括了这个整个南美洲国家有了俄罗斯的支持，那另外一个国家，刚刚我们要讨论的还包括了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又会不会支持这些南美洲国家？尤其我们现在要来看到的是委内瑞拉，等一下会请苑老师来带我们看，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其他国家恐怕也要准备了，这是来自于共和党议员说的，他说下一个目标啊，不会只是委内瑞拉而已，还会扩及到哥伦比亚跟古巴，更扬言这句话就夸张了。他说整个西半球都是属于美国的，被视为是21世纪版本的门罗主义复辟哦。那么包括了多个南美洲国家都已经站出来说了，这个是侵略行为啊。现在就是要看中国角色了，因为中国长期跟南美洲国家有很多的合作，不管是在“一带一路”上面，或者是人民币的贸易圈等等。那中国的角色，苑老师又怎么看？中国绝对不会放手让南美被美国并吞，因为这个违背了中国的福音的联合国的公约。中国作为联合国的5常国家，大家不要忘了，英国跟法国可能不敢讲话，俄罗斯这边刚刚干哥已经做了清楚的介绍。那中国本身确实是会帮助委内瑞拉做这个事情。我要讲的从3个部分来讲，为什么是委内瑞拉？因为委内瑞拉从查韦兹开始，就是以反美著称，所以说呢，美国对于他家的后院，有人不听话就算了，还要反美，所以说查韦兹的话反美，查韦兹就用他们的石油来补助哥伦比亚，所以说整个南美洲基本上所有的南美洲国家都偏左，那美国是一个非常右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点的话呢，那个委内瑞拉有全世界最大的石油产量。不是产量，藏量，储存的量那他们本身来讲，他爱钱嘛，他喜欢看的这一点那就这个情况就很简单。然后第3点呢，我要强调一下，这个美国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叫什么斯科特的，他其实是很不要脸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拥有菲律宾的时候让菲律宾独立？因为美国不要跟穷人为伍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当美国人不难对不对？大了个肚子到美国生孩子就美国人，但是美国认为说你起码要有5万美金生孩子都不要穷人来。所以说美国要占领整个西半球只有一个办法，就学以色列在加沙把他们全部干掉就干到底下。美国人是不希望自己扩大，每个人都有在美国办签证的经验难得个要死美国人都害怕，就问你问你如果长得漂亮，问你要不要嫁人如果长得这个说问你有没有钱美国都很在乎人家要进来，他还要占领别的国家，所以斯科特就是讲的搞不懂那像古巴啦什么哥伦比亚说好来你就都变成美国人愿意我们在台湾就有51俱乐部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你美国又不愿意做的事情，又不愿意被杀光，那什么东西？美国对于南美洲像这种美国的参议员跟这个众议员水准很低的，这个是严重的违背了世界的公约，违背了联合国的精神。那中国怎么可以放手让你这样干呢？
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实验室要进行精准的打击。那现在大家就说你表面上是反毒，但事实上很多人看得清清楚楚，认为说你是用毒品来当借口进行军事干预，甚至很多人说了，这可能是掠夺资源的前奏哦。好，那这5架美军战机，张将军你来看，真的是 F-35吗？那美国是不是会真的用这种外科手术的精准打击进入委内瑞拉？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还没有准备够。如果是他在靠了这个5架的 F-35进入对委内瑞拉做打击，想用外科手术室达成他战略的企图，认为效果非常有限。因为你地面部队要不要出动？地面部队上在空中的轰炸跟攻击，它的战果相对有限。躲到地下，在地下化或在指挥所坚固的碉堡，它是所能够承受的破坏力是相对的有限。所以我倒认为，川普在这一方面，他似乎在思虑上是不够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没有后续的战术？这个外科手术室的 F-35做渗透性的攻击跟轰炸，后续呢？后续要不要做？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任务是什么？他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认为不明确。第二个，他有没有准备大量的后勤？因为大量的后勤呢，不是只打这个3天1个礼拜，那万一是打1个月、2个月、5个月呢？后勤有没有准备好？后勤的补给线有没有拉出来？屯储、战备屯储跟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前进的这个屯储有没有准备好？我认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川普是为了支持他的前任的这个国民大会的这个议长，就是我们讲的委内瑞拉国民大会议长叫做胡安·瓜伊斗。胡安·瓜伊斗已经过气了嘛，已经2年已经失去权力了，已经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去避难了嘛。他常常扶持他，我认为因为太久了，人走茶凉。那我认为美国要面对3大风险，第一个合法性不够。他说为了反毒，那哥伦比亚是南美洲最大的毒品这个生产区啊，那你会不会对哥伦比亚动手，反而对委内瑞拉动手呢？因为委内瑞拉它不亲美嘛，是不是这个样？第二个，我认为会利少弊多，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他想要拿诺贝尔和平奖，结果你对这个委内瑞拉开刀，你还想不想要有你这边，而且由你亲自下令，你还想不想拿诺贝尔和平奖？他一直念之在之，就想要拿诺贝尔，是不是这样子？那你现在选择的利少弊多，那这是个问题。第三个，我认为这个风险也蛮大的。万一军事行动上面呢，看起来很乐观，万一陷入泥淖怎么办？你就无以自拔陷入之后，你可以发动战争很轻易，但是有时候要收拾、要结束一场战争还蛮困难的嘞。我认为这是个风险。川普有没有好好做评估？我认为这是个大问题。是，确实。那说到更荒谬的是，川普呢，他用一纸备忘录就把这个贩毒集团定义是这个非法的战斗人员，而且宣布说美国跟其处于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好，这意味什么呢？意味着美国它可以绕过国会的授权，那随时就来派兵作战。好，这下呢可不是简单的弃毒了，是把这个总统的意志，大家说你直接就是化成了军事行动，把国际法是不是踩在脚下？厉将军，那就您来看。你觉得川普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大家在讲说，你到底是要打毒枭，还是要借机来干预委内瑞拉的内政？这很明显就是干预委内瑞拉的内政啦。那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武力大概有2个主要的区别，一个是军队那军队很明显是对付外来的敌人，那叫军队。那如果说是这个维护自己国内自己的治安，那叫警察那如果说在警察跟军队中间的灰色的这种这个为非作歹的歹徒来讲的话，其实在中国大陆他们用的叫武警这种层级。那我们台湾来讲的话，譬如说是我们海巡，在海上海巡。那大陆来讲的话，他们也有海警，那是应付海上。那美国也有类似的组织啊，譬如说他们的国民兵或者是说他们的海上防卫队都是就是维护海上的治安，但是不需要用到军队，因为你用到军队必须要国会同意，而且按照联合国的规章来讲的话，你必须要正式的宣战，你才可以用军队来对付这个敌对的一个国家或团体。那如果说是纯粹走私贩毒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认为警察的战力不够来讲的话，你顶多就是海巡队嘛那你现在突然用到军队，那我跟各位报告这一定是之后就一定看川普的笑话，这绝对无误因为这个《孙子兵法》讲了一句话：兵贵胜不贵久。那这支军队在海上已经漂了1个多月了，你这1个多月你看看那个官兵在海上的生活士气，他们后续要不要休假？
我跟各位报告好，你刚刚这个依林问得很好，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在战略目标如果说是要推翻这个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来讲的话，那你这个是你的战略目标，你依据你的战略目标，就会决定你的军事行动啊。你依据你的军事行动，就要决定你要用多少的兵力部署，要几艘的战舰、几艘的战机，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才可以支持你的这个作战构想嘛。然后你的作战构想才能够达到你的作战目标。那我们现在看到，如果说你的目标是要推翻格瑞纳达，推翻马杜罗来讲的话，我们按照战史来看，当年这个美国要推翻海珊的时候，海珊政权也是一样，他动用多少？他整个用联合国的部队，整个组织一个盟军，将这个海珊打败。那你现在来讲，虽然说你用了8艘的军舰，其中包括 F-35战机，包括你的硫磺岛2栖攻击舰，但是如果说用这个军力来讲，要对付一个国家，我觉得还远远差太远。因为后续来讲，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委内瑞拉虽然说它国防战力不是很强，但是它后面有很大的战友啊，它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都会站出来力挺它。现在我了解的，好像中国的815电侦船已经开过去，提供相关的电子资讯情报给这个委内瑞拉。我觉得美国川普这时候你用这个事情，第一个师出无名，你怎么可以用军队去对付平民，而且你没有任何的证据可言？第二个来讲，师出无名。第二个很明显的就是说，你到最后无功而返，你会很难看真的是会很难。如果你到时候什么都没有，你就这个鸣金收兵，部队就撤回来。那我就撤回来的可能性非常高。你说要打，早就动手了嘛。这个我们讲究作战，讲究奇袭主动，对不对？你已经在外面1个多月了，那你还没有打。那你叫什么？等人家都准备好了，你再开始打嘛？那你1个多月没有打，我认为说他就没有打，只是说川普现在不晓得怎么样结束自己闯下了这场闹剧，他不知道怎么样下台，所以他部队不晓得怎么撤回来。是厉将军直接点出了师出无名这一点，因为大家也在看说，如果真的很严重，你美国用这种反毒为名，但是你派出了是空军特战部队，真的进入到委内瑞拉，那整个拉美地区都会陷入不安的。我们要从历史经验来看，从巴拿马到伊拉克，美国打的每一场战争呢，最后都是剩下了废墟仇恨。那其实这些在拉美国家眼里，他们都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认为美国你现在就是要假借毒品战争，实则你觊觎的就是委内瑞拉的石油跟天然气。那想请教杨老师，您看美国他这种非常蛮横的手段，会不会引爆拉美的反美浪潮？甚至说，那这些国家他们会不会团结起来，转向中国来寻求资源？团结起来应该在这个事件上，不容易引发，但是集体性的其实已经在经济层面跟中国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因为美国的门罗主义下对中南美洲的政策，这个将近100多年来其实没有太大的成效，你看反而使得中南美洲贫富差距非常严重，而变成美国的经济作物的就是后院，同时呢。贫困的这些人们只好用移民的方式，用2个脚往就是墨西哥跟美国，使得美国更加的感觉到它的优越感高高在上。所以现在这个反移民问题也使得中南美洲对美国的这种信任感其实是跌落的哈。那这一次你看到底美国会不会对委内瑞拉动武哈？如果从一个问题来看的话，他对于马杜罗的悬赏提高到5000万美金了。本来是2500万，这个在1989年去打巴拿马的时候，诺瑞加也当时先是这样子做，他把他的悬赏金提高到非常高。那第二个就是已经就兵临城下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前，5架 F-35刚刚提到的，已经接近到委内瑞拉自己本身的 ADIZ， 甚至进入到距离海岸只有75公里的地方，这是明显的挑衅。你在别的国家这个不可思议的，所以。那它当然，它只是一个就是说经过那，但是高度维持差不多在18000公尺左右这个高度，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使得委内瑞拉大幅的这个反对。那可是这个动作已经做到地步，你会不会打？可是如果他真的要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现在发觉到在大陆上的一些军迷们就在等因为委内瑞拉他购买了中国大陆制作的。反舰飞弹叫这个应该是叫就是一种特殊的反舰飞弹
那它事实上非常有这个功用 ，C802A 哦，也叫做鹰击8哦。那但是呢，另外它也购买了大陆的一些就是坦克跟这个装甲车，所以实际上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川普这边可能认为，看他要不要听这些将军的专业的这个建议了哈。因为照刚才我们党讲的话，他把这个将军都当做自己的好像自己家族里面的这些家奴一样，企业黑帮，那这会不会听他们的专业意见？你真的打下去，到时候又落亏，又出现问题怎么办？哦，所以他等于是卡在这边，那不断的用一些威慑的这个效应。那可是其他的，我觉得中南美洲国家哈，在这次事件当中，慢慢的跟美国的的确确会越来越疏远。不过美国在经济跟军事上的的确确在这个区域还是主导性非常强。而中国大陆只是在经济政策上协助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可是以国际关系互动来讲，他这种这么蛮横的行径，不会引发一些反美的浪潮情绪上来？民间一定会，但是民间也对于他们内部的这种贫困贫富的差距，然后最近的距离还是往美国去。那现在虽然反移民的措施使得前往美国的移民减少可是呢，我想还是挡不住大家寻求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可是，在一般民间社会，对于美国应该还是有，就是说对这些，如果真的打到委内瑞拉的话，这个反美的情绪一定会高涨的。在中国大陆的雷达是不是让 F-35真的完全现形了？委内瑞拉现在是靠着中国大陆的武器来撑腰吗？拉美的反美战线是否正式的成型了？今天首先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来做解答。第一个，美军呢在 F-35在委内瑞拉现形，是因为中国雷达撕破了它的隐形神话吗？美国的后院战火是否要引爆了？第二件事情，委内瑞拉的军火库现在塞满了来自于大陆，不管是它的火箭炮、导弹或者是电子侦察船，全部上线了。美军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攻击委内瑞拉。那么美国还敢继续的硬闯下去吗？最后一件事情，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的是，现在拉美10国都已经对美国非常的不爽哦，一起怒吼。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会不会拉美战线推大陆成为新的盟主呢？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赶快来看到，其实针对了委内瑞拉的攻击，美国从9月份开始有非常多起一共到现在已经有4起了，而最新一起其实就是发生在近日，在委内瑞拉附近的国际水域。再度的发动了空袭攻击的就是他的船只，一共是造成4个人再次的丧命。这一回美军出动的战力之大，在加勒比海出现了哪一些战力？8艘的军舰开过来，还有1艘核动力快攻潜艇，超过4500名的军人，还有多架最新型的 F-35的隐形战斗机，全部都开过来的。美国媒体是这样形容的，他说有5大的迹象都已经显示，目前为止，美国跟委内瑞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正在急剧的升温当中。那么我们看到美军大规模的集结，是真的要准备开战了吗？还是斩首行动式的精准打击背后，难道是在为下一场政权更迭已经开始做铺路准备了吗？委员怎么解读美军的动作？这个动作有几层的意义。第一个，美国不管是搞颜色革命，或者是直接要暗杀马杜罗，事实上过去已经好几次颜色革命失败，然后暗杀马杜罗，报纸上所载的有2次也都失败，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他们是觉得委内瑞拉这个钉子拔不掉，是一个所谓的政治上的耻辱。现在川普呢，相信这个枪炮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这一次他这么大规模的来，一样的。第一个城市，他要这个去除掉马杜罗；第二个要推翻委内瑞拉的左派政权。因为他的前任总统查韦兹就曾经找了10个国家，都是属于比较左派倾向，起来反对美国搞的那一套贸易区的制度，所以又称作玻利瓦联盟，是这样来的。那委内瑞拉是这个玻利瓦联盟的核心，简单讲就是反美的核心，所以。美国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的霸权受到了这小国家的挑战，他最后使出流氓手段，直接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所以要推翻整个左派政权，必须要大笔的军力来入侵才有办法。那目前还仅止于在尝试着封锁委内
海岸线的一个程度，然后扣在委内瑞拉头上说你是一个毒品输出国家啊，所以这些问题一层卡一层。现在美国啦，跟委内瑞拉爆发战争啊，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委内瑞拉作为一个小国家，要挡得住美国派出来的军力，还是蛮困难的。是好，现在看起来两国可能随时会爆发这场战争哦。那除了是川普在政治上面要做针对委内瑞拉做打压之外，我们要来看到是不是也跟中国大陆在背后帮忙撑腰有关系？所以美国非常的紧张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委内瑞拉之所以它没有在被孤立，就是因为在它的背后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武器系统在背后支援。直接这是委内瑞拉的国防部长公开来讲，他说委国现在内部的雷达系统已经有5架了，是可以已经有很多个了，已经可以锁定的是5架的美军的 F-35来做全程的监控。那么他过去就曾经用过多款来自于大陆的雷达，侦测到了不管是美国的 F-22猛禽等等，那现在甚至是连 F-35都在他们的掌控当中。中国的军武现在正式成为拉美这个反美战线的一个重点核心。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在这个委内瑞拉的武器装备有提供哪一些，不管是雷达系统，不管是这个对空防御啊、空军的装备，甚至是陆战装备都有提供。那么火箭炮、导弹跟侦察系统也都有提供给委内瑞拉。其中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这一款武器系统这是侦察的，这个叫做瞭望号的。电侦船，它可以徘徊在加勒比海这边，针对美军做一个更严密的监控。这些中国制的武器能够对美军产生威胁吗？刚刚讲的这个瞭望号，它现在驻守在加勒比海这边，能够针对美军的实战化做一个比较严格的观测吗？舰长怎么看？其实中国大陆它部署了这些电子侦察船，在各个的一个很重要的军演，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委内瑞拉的外海那无论是之前的环太平洋军演，或者是2年一次的马拉巴尔军演，或者是今年才刚刚结束的护身军刀军演，其实我们都看到了815电子侦察船的一个踪影那其实大陆的网民叫做“街溜子”，也就是转来转去的。那其实它到底在做什么？它有非常大的一个雷达那它其实是一个被动接收。那它除了可以被动接收的话，它只是接收而已。接收它可不可以发射？它当然可以发射。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委内瑞拉现在有的这一个JY-27的，就是这一款雷达。这是不是我们刚刚好像看过对，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舰用型的，这是陆用型的，它一样，它是 VHF 频段的。那也就是这个频段，甚至或者是更频率更低的，然后它的波长更高的这个 HF 频段，才能够接收这个逆中战机那当然，大家会认为那之前我们看到在2019年的时候，部署在叙利亚的这一型雷达就被攻击了。可是大家不要忘了，它这个我们看起来都是这种钢制的装备而已。其实它这一个替代性很高，最重要的是它把讯号输出了，就可以掌握目标。那其实我们从刚刚到现在，我们讲到最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我怎么样获得这一些逆中战机。其实不止逆中战机，还有逆中的舰艇。那例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很丑的那个伯克级驱逐舰，其实伯克级驱逐舰本身它也有逆中的设计。那其实我之前发表一篇论文讲到说，美军他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他真正想做的就是侦察威慑。这个侦察威慑呢，也就是他透过实际的监视与侦察，收集越多的情报资料与资讯，越可能让这一些对手国家，其实他怕资讯通通外泄所以呢，他反而会越内敛。这个是以往美国对抵近侦察到中国大陆沿海做的事，但是我们现在在哪看到？我们现在竟然在南美看到了中国大陆，它使用这个瞭望号。瞭望号其实它原来的目的
不是来作为这815电子侦察船的，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跟太空交联的。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在太空中的建设也非常多，那其实它要掌握卫星，它要掌握中间的一个中继的讯号，其实靠的是以前的远望号。远望号它不是只有一艘船，它有1号、2号、3号、4号、5号，那它的数量非常多。那新一代的就是这个瞭望号，那只是它在那个位置正好接收啊，所以美国现在觉得芒刺在背，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好，这背后有中国大陆的武器在做相挺哦。那另外一方面，在政治上，我们也来做一下解读，因为现在拉美10国对于美国各种行为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不满意了，所以呢，现在集体发声，10个国家，这个是玻利瓦联盟一起发声，谴责美国的挑衅的行为。哥伦比亚也已经倒戈签署了一带一路等等哦。那会不会让大陆变成摇身一变，在拉美这边成为新的霸主呢？杨老师怎么看？这是因为10月4号的时候，就是美国的 F-35第5次从9月以来10架美国的F-35，然后的8艘军舰啊，甚至还有核潜舰，然后呢加上大概有5000名的美军都在这个附近，从就是波罗的克啊整个这个区域的这个掌控，第5次针对在就是委内瑞拉的外海的小船舰进行直接的轰炸，那这一次10月4号呢，是一艘在外海航行，但是是一艘非常小，他们指控它是贩毒，川普马上在推文上面说，这个上面的毒可以害死5万名美国年轻人，真的吗？如果这样子这么小艘一个船只而已哦，而且看起来是没有武装的，你就用你海上这个。就是美国的，就是海上的这个防卫舰能够去把它拦下来啊，甚至不用军舰呢。对。为什么你要？然后呢，证据确凿，大家都没话讲了。对。因为现在他对马杜罗的悬赏已经来到5000万美金，但这个事件连续第5次哈，所以这个不是所谓的弃毒了，基本上是用军事力来整个威慑，不只是委内瑞拉，整个拉丁美洲，所以拉丁美洲这10个国家就激起来。这次一定要讲话，跟上次巴拿马那个事情不一样。那媒体就有一点，其实很早的时候就说，这个叫做什么？这不叫门罗主义了，这叫做唐罗主义，叫做以前是 Monroe， 它叫做 Monroe， 因为它是 Donna。那 Monroe Doctrine， 唐罗主义是什么意思呢？还记不记得？其实他还没有就任之前，他就说加拿大是51州，葛林兰是美国的，巴拿马要让给我们美国。墨西哥湾要改为美国湾，他有2个至少都做到了。然后呢，现在针对委内瑞拉，那基本上其实要让这些国家臣服，然后你继续做我经济的后院，当然也要把中国的力量赶出去。但很有趣的是，中国在刚好9月底，就是上个礼拜，成为叫安第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安第斯就是包含这一次抗议的10国里面的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跟这个哥伦比亚，这4个国，他们之前就有一个这个共同体，现在中国大陆正式的参与，那再加上一带一路跟这些经济的建设，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候美国已经自身的后院起火，但是他用的方式，你真的要达成唐罗主义，太过粗暴，太过军事，太高高在上，没有人会受得了的。而这个时候，他引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军事武力。只不过是为了求自保，不要把这边当做什么中美对抗的这个场域，其实是这些你过去被你压迫的你的后院的这一些国家是受不了的。现在这个因为北京的一带一路持续的在多个地方不断的扩张，等一下我们要关心到，不管是南美洲国家，或者是在阿富汗、中东地区，美国现在可紧张了。接下来他祭出了许多的反制动作，中美之争，尤其是海陆权的这个之争，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谁胜谁赢呢？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因为川普这一回说他要出兵，不管是阿富汗或者是委内瑞拉，都是剑指大陆，挡不住
这个北京“一带一路”的攻城略地吗？等一下都会一起来看。先来看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来关心的是，川普说了，他要夺下巴格兰基地，这是位在阿富汗这边的，冲着就是中国的核武，还是觊觎阿富汗当地拥有非常丰富的黄金跟稀土呢？所以他是冲着安全保障，还是背后的这一些稀土的利益呢？等一下都会一起来做关心。第二个事情是，美军在加勒比海这边卫宣之战哦，这个是针对于巴勒比海，包括了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时候，美国非常的生气，因为川普一方面要掐断石油线，是有关于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石油线，会不会逼南美国家气到完全的倒向中国大陆呢？等一下关心。最后来关心的是，北京为了要维稳它的一带一路，最新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跟阿富汗要一起来合作开采矿产，中国大陆跟委内瑞拉同样另外一方面签了20年的石油协议，现在可以说是反插整个美国的后院了吗？等一下一起来做关心。最新消息，赶快来看到的是，川普再度放话要夺回阿富汗首都的巴格兰基地哦。他说呢，在这边阿富汗寸土不让，不可能跟美国达成任何的协议。这是来自于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最新回应。但是美国的动作很大。但是美国的军方可就不这么看好了。美国军方内部承认要重返阿富汗，要付出包括了上万的兵力之外，还要再加上后勤、防空基地等等防御，根本就是一场噩梦。大家也关心说，你川普为什么一定要拿下阿格兰基地呢？现在有2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这个基地距离中国大陆的核武设施只要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他非常的想要拿下它，想要提防着它。第二个事情就是刚刚提到的，阿富汗它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你看这边不管是铁矿石啊，不管是大理石，或者是铜，甚至是黄金、稀土等等，这个大家在看的是川普最想要掠夺下来的就是这些天然资源。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川普真的敢重兵入侵阿富汗吗？这个军事算盘能不能达成？如果真的要这样做的话，美军是否又要重蹈当年的覆辙，造成一些恐慌，造成更多的损伤？厉将军怎么看？其实我们都知道，阿富汗号称是帝国的坟场，就代表说每一个帝国，它若有军事实力，它想要控制中东来讲的话，它就必须要控制阿富汗，然后控制阿富汗可以控制中东，可以控制中东以后，就可以控制向东来讲可以控制亚洲，向西边来讲的话就可以到达欧洲，向北来讲俄罗斯，它等于是位于欧亚板块的中央位置，所以历来的帝国都想要争夺占有这块地方，但是很遗憾的，所有帝国都在这个地方这个铩羽而归，包括从开始的英国，然后苏联因为入侵这边，最后结果闹得他自己苏联解体，美国打阿富汗大概在前年2022年才狼狈的这个打了20年攻克不下来，才狼狈的从这边撤军走。那阿富汗有多重要呢？各位看一下地图就知道，如果控制了阿富汗来讲的话，它可以向这个西边来讲的话，就可以直接威胁伊朗。所以美国来讲，它如果有这个机场来讲的话，它就可以直接这个威胁伊朗这个国家。那向东来讲的话，就像是我们这边这个看板上面讲的，它距离中国的核武发展基地新疆的罗布泊，大概飞机只有1个钟头的这个飞机的航程就可以到。那甘肃玉门是中国的这种核弹发射基地，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也要向东来讲，1个钟头飞机就可以轰炸机就可以轰炸这边。那这个巴格兰的空军基地，光这个跑道就3600公尺那么长。那时候是美军在这边这个打这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时候所盖的这个机场然后可以供各型的轰炸机，包括现在最先进的 P2 轰炸机，包括 B52轰炸机，也可以供各型的加油机、预警机，在这边确实是一个可以控制中东很好一个基地，甚至于它可以威胁到俄罗斯如果向北来讲，就是中亚嘛，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土库曼这个吉尔吉斯这些国家，然后再向北就是哈萨克可以威胁到这个俄罗斯，所以说非常非常重要。那南边来讲的话，它甚至于可以，如果说兵力投射来讲的话，可以到这个阿拉伯海，也就是波斯湾可以跟波斯湾它的巴林或者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卡达这个美军的空军基地连成一气，相互的支援。所以这个基地对美国来讲确实是非常重要，但是
你如果说他能够再重新占有这个地方，我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等于就是美国的飞地嘛，你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当初你就是因为守不住，你才仓皇的撤退，那你现在怎么可能才撤退？但是反观回来，我认为这是美国这个川普会有这种念头，不是说是很单纯，他一厢情愿的想说是按照他世界的版图他这边又要格陵兰这个岛啊，又要巴拿马运河，又要这个。我觉得他是看到中国已经在这边，这个旗子已经下了，已经在这边插旗成功了，所以他非常的着急。那中国当然不是靠着军事能力进入到阿富汗，他是靠着经济能力协助阿富汗。他已经跟塔利班那时候，其实去年5月份的时候，这个塔利班已经到北京跟王毅已经见了面，那时候还拍了一张照片。那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这个王毅到印度访问之后，下一站就是到阿富汗。所以你知道，阿富汗对于中国、对于美国、对于俄罗斯都非常的重要。那中国是采取这种方式，我们看到是跟你建立这种友谊建立交情、扩大朋友圈的方法，然后协助你的开发。比如中国用它的基建能力用它的这种经济能力帮助你开发你的这种既有的这些矿产，来改善你民生的生活。因为毕竟来讲，阿富汗现在民生确实是很苦了这个老百姓因为常年都是在征战的状况之下，生活是很苦。但是它有很好的矿产，尤其是现在来讲的话，它也有这种稀土的矿产。那如果中国愿意协助它开发这种稀土矿产，我觉得可能可以达到双赢。就中国来讲有提炼的技术，那阿富汗也可以卖出这个提炼出来的稀土，可以改善它的民生。当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中国从来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他不会管你这个国家、你的宗教、你的政权、你的政治立场什么，他不会去干涉尊重你们国家立场。所以我觉得中国用这种方式进入阿富汗的可能性，是让美国现在川普这么着急的主要一个原因。好，这个川普怎么样都说他要拿下这个基地这个真实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但是他真的是非常看好阿富汗的地缘的一个重要性。刚刚张俊帮我们讲了嘛，他这个基地东边、西边、南边，不管是北边等等，对他来说都是占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缘的优势。那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已经插旗了，透过“一带一路”跟塔利班谈成了许多的合作。等一下会请委员来帮我们就这个事情来做更深的分析。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则是针对阿富汗只会用威胁的方式，都让塔利班政权或者是阿富汗感到非常的不满。其实川普的这一只手，我们刚刚说了嘛，深入到中东国家，其实也到了南美，那同样也是引发大家的愤怒因为近几周我们看到美国做了什么动作？美军是以反毒为名，在加勒比海这边集成了一共是3艘船，而且他直接没有经过法律的判定就处决了船员。那美国的防长怒轰，这就是卫宣之战。川普甚至在这之后持续的威胁马杜罗政府，拒收移民就要让你付出难以估计的代价。军事上，刚刚讲的是在政治上的动作，军事上，美国直接摆出了在加勒比海这边包括了7艘军舰，还有1艘核潜舰。那么委内瑞拉则是高调举行了连着3天的这一场全民军训，强调不怕美国。专家在分析，美国在南美洲这一些的动作，都是同样剑指中国大陆，忧心中国跟南美的石油合作会掌控利益，所以美国这时候想要进来插手。梁老师又怎么看？美国对委内瑞拉现在就是兵临城下，等于接近是军事威胁那甚至都有一些准军事攻击，针对渔船，他们指控是进行贩毒，而且直接处决船员。这个做法事实上当然是不合国际法的。那我觉得加上他表面的讲的理由，大概有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说的反毒但全世界的媒体大概相信人并不太多。那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他就是不喜欢委内瑞拉。这委内瑞拉之前，马杜罗之前就是查韦兹。那查韦兹是非常民粹主义，而且支持社会主义。他把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作为在针对不只是委内瑞拉的中下阶层，甚至整个中南美洲的这些国家，他给予援助，然后呢支持古巴所以对美国等于是一种接近式、挑衅式的打脸。所以美国能够容忍查韦兹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跟当时的政府有关。但现在马杜罗他有点变本加厉，因此有一点就是在警告
中南美洲的国家，你守了后院，你要真的是知道你自己的地位处境。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委内瑞拉是石油输出组织国家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啊。那美国现在是希望国际的石油价格越低越好，那低于50块最好。那委内瑞拉就在这个议题上跟美国唱反调，所以呢，就川普会担心这个会造成油价或者是其他议题的这个连锁反应，所以有一点在警告他。你看拖了这么久，但是现在在整个这个中南美洲地区啊，大家当然就很了解，美国是在用威慑威慑，然后或者是用军事威胁。可是呢，中国呢是在用贸易。去年中国跟拉丁美洲的贸易额来到了5184，出口就2700亿。今年上半年呢，已经1到6月已经来到1400亿的出口，所以已经超越去年的1到6月的这个同比。那通常我们讲贸易到了第4季一定会再增加，尤其前6个月的川普的关税很不确定性，所以呢，我觉得今年的中国跟拉美的这个贸易一定会增加。那你觉得到底美国是在这个拉拢自己的朋友、小弟，巩固后院，还是说把大家赶到中国的那一方去呢？对，确实我们看到中国跟拉美的这个贸易增加，尤其最新签的这个大单，1020年，这是石油双方接下来中国跟委内瑞拉会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合作，那投资金额也相当高，10亿美元，拉近彼此的关系。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在中东的布局，我们刚刚讲了嘛，不管是跟这个中阿巴三方的外长对话，那说要启动矿产，另一方面，大陆也直接跟塔利班谈，拉近了“一带一路”，会不会美国这些出兵各种动作？真的完全都是要剑指北京呢？委员怎么看？剑指北京也好，刀向北京啊，要有效啊，否则你在那边耍来耍去，不过是班门弄斧啊。一个阿富汗的矿产，一个委内瑞拉的石油，要做很多工作。第一个要投资，然后要开采，然后要生产，然后要销售。然后还要什么呀？货运，那这整个流程上面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流程。你美国本来以前想说我控制采矿，人家现在左派不理你，然后你现在用同样的方式要去阿富汗学英国帝国主义者到中国来当内强，是不是？这什么时代啦？这个美国现在也许还可以猖狂，但是他如果真的要去控制塔利班阿富汗的这些所谓军事基地哦，他会发现到奇怪，阿富汗的士兵啊，以前不是拿2式武器吗？怎么一下子变成中国式武器？那他可就好看多了啦哦。所以川普就是一个每天晚上不好好睡觉哈，整天在空想西想的，一下子要并吞加拿大，一下子要并吞格陵兰，然后要来这个并吞了这个那个所谓的这个委内瑞拉的实况，他现在有一个假借的理由，因为委内瑞拉跟旁边的盖亚纳哈，是有一点的油矿的这采矿起来的冲突，那他当然要挺这个盖亚纳，盖亚纳是美国公司控制的，而委内瑞拉全部都是国有的，那阿富汗塔利班根本全部是国有的，他哪有私人企业？那现在跟中国签约啦等等啊，那中国更堂而皇之可以供应阿富汗武器啦。你打得赢吗？那你就自己较量较量。苏联没打赢过，美国没打赢过，因为阿富汗的地形太特殊。是这个地形特殊，使得你美国的空军、陆军都派不上用场，还经常被打挂了。他最有名的什么海豹、什么6队啊，什么东西，就在那边被打垮了。而且还死伤成疾。那你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空军也没用，海军离得更远，那你只剩下特种部队。特种部队是一个轻装部队，刚好阿富汗也是轻装部队，他就是吃定你啦。那这个是苏联的痛，也是美国的痛。他打了20年，竟然打不垮，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现在再去占领空军基地，好啊，你可以控制空军基地啊，到时候没水没电，你自己去弄水弄电。然后你要怎么去控制空军基地？整天游击队今天打你，明天打你，所以川普是活得不耐烦。中国大陆其实隔壁邻居也不敢这样，你控制那个基地就能够控制中国的核武，不想得太简单了，哪有这种事情啊？所以我是觉得，
川普证实他是一个知识很贫乏的人啊，那他的贫乏只限于炒他的房地产而已，其他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你摊开来，他现在哪一点赢啊？啊，关税搞老半到现在哪一点赢啊？那你说委内瑞拉，好啊，你赶快出兵委内打打看啊，对不对哦？看结果是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了嘛。看看较量较量，委内瑞拉现在拿的武器还是美式武器啊，搞不好你打一打以后，会出现中式武器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位川普先生哈，我看时日不多了，这样玩法时日不多了，他到处放火啊，他全世界没有朋友啊，他到处拿东西威胁人啊，他以为这样可以建立美国帝国，我觉得痴人说梦啊！今天这个大动作，川普在加勒比海这边击沉了来自于委内瑞拉的船，当场11人当场丧命哦。当然了，美国的总统非常的气愤，马杜诺现在怒呛说我要成立武装共和国。到底怎么一回事？两国会不会真的开战了呢？今天一起来做关心。这个是最新消息哦，在2日的时候，美军已经宣布了击沉一艘运毒船，尤其川普也说了呢，上面的11名是阿拉瓜火车帮的毒品恐怖分子哦，他说他们都是恐怖分子，全部都已经被击毙了。他还指控说，这个就是背后有总统马杜洛在后面做操刀的案子。那阿拉瓜火车是谁呢？川普也进一步控诉了，他说呢，他们是专门干这些的恐怖交易的组织，专门做走私、性交易还有屠杀的血案。那么川普就说，因此我们才要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那马杜洛这一回呢，他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其实看到他早就已经开始做好了各种万全的准备，尤其呢在开火前，他就已经宣布说，全国进入到高警备的一个状态，痛批美国，你真的是放了大批的军力在我们国家的周边，包括集结15艘的战舰，搭配1200枚的飞弹前舰对准委内瑞拉，还派出了4500名的官兵，这当中还有2000多名是海军陆战队哦，一起都对准委内瑞拉，所以他呛瞎了。他说，接下来你如果真的敢对我开战，我会成立武装共和国来全面对你开打，让你的双手沾满鲜血。当然了，美国的外长也趁机补话，他说其实真的在美国内部走私的毒品只有5%而已。川普根本就是夸大，找借口想要进入战争，所以找了一个理由吧。邱老师怎么看？如果真的打了起来，到底谁会输呢？大家马杜洛说了嘛，我要组织这个叫做武装共和国，这是真的有这样的实力，或者是只是虚张声势吗？老师怎么看？他真的有实力，就不会喊要武装共和国，真的非常明显了。第一个就是，但无论如何，我们先看这整个事件的起因。当然就川普来说，川普的第一任任期其实就有一些共和党里面的保守鹰派想要对委内瑞拉下手。那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之前的委内瑞拉的内政，那时候美国还承认那个马杜洛的竞争对手。那事实上，委内瑞拉一直是美国想要介入，但是受限于某些特别的情况，并不是美国没有这个能力，美国只是怕吃相不好看而已。但是最近这个情况就刚好，毒品的问题是川普非常重视的问题。那虽然委内瑞拉外长讲说只有5%也很多你1%都不行，还5%。那其实美国如果真的要派兵去处理委内瑞拉的问题，我认为很有可能，而且这个可能性正在快速的增加。对，那美国的可能性其实跟马杜洛本身的回应是有关系。马杜洛你越强烈，那你的回应越激烈，在现在这个阶段，川普是不可能示弱的，因为川普非常清楚，美国人民不喜欢一个懦弱或者是弱者总统。他会被川普逼着用一个快速、小规模，然后很有效的方式处理掉马杜罗，但是不一定会是美军要控制委内瑞拉，因为委内瑞拉本身就很多人想要取代马杜罗。事实上，现在其实最危险是马杜罗以及马杜罗的政治盟友，委内瑞拉内部的政治盟友。所以我认为就是在现在这个情况，除非
委内瑞拉能够拜托其他的大国帮他出主意，或者是在私底下协调，不然这个情况会越来越糟糕。真的要反击，其实是有它的困难度的。那干哥又怎么看？因为现在川普已经下令了嘛，一切都是他虽然是没有走法律的程序，但是他还是持续要往委内瑞拉这边来做攻击。那到底他说他要抓的这个阿拉瓜火车又是谁？他是找理由抓吗？还是他们真的是什么很厉害的黑帮分子？如果说要讲到阿拉瓜火车，那是真的很厉害，好不好？是阿拉瓜火车是在哪里？是在阿拉瓜州的一个州立监狱，它就叫阿拉瓜监狱啊。那他们为什么变成火车呢？因为他的老大叫格雷罗，格雷罗已经我跟你讲，他进出这个监狱3次，他跑掉又被抓回来，到最后他就干脆把警卫通通赶走了。为什么？因为连这个狱卒也管不了他们，然后这个狱友们他们自己身上还可以带着枪走来走去的。那这格雷罗开始在狱中干嘛？你知道，建游泳池、开夜店，然后还开始收费。啊，这监狱已经到这个地步，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地方只能够容750人，到现在已经关了7000人了，它变成一个社区，你知道啊？所以说，甚至你可以带家人进来，然后度个周末，然后再回去，然后反正那个不叫监狱了，那已经叫做非常成熟的一个犯人之间的聚会所，等于是一个会所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马杜罗你不管？你为什么没有？你连一个监狱你都管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川普就下令美国海军打掉这一艘这个运毒船能够确定，其实美国海岸防卫队都能够确定这就是运毒船，这不用担心就是说打错人了，而且你要有很多人在这个网络上面说这大炮打小鸟嘛，我们一艘运毒船那等于是一艘快艇而已，结果你用什么？你用地狱火飞弹去打它，这地狱火飞弹1枚30万美金去打那个。当然了，他们船上的毒品可能也不止30万美金，但不能这样类比，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怎么用海军去打他呢？你应该是用海岸防卫队把他拦下来，不是他就一枪把你打死，有点像我们想象到，就是说几年前他这个狙杀伊朗革命卫队的那个指挥官苏莱曼尼，也是用那个地狱火飞弹两者，但是。人家是毒贩呐，人家不是军人，你怎么会用这个打平民的方式去打他？而且他的意思是告诉你说，我不跟你啰嗦太多了，我今天就是用飞弹对付你啊！我现在把你当成准军事的这个对手了，所以用军事的力量来对付你，我觉得这是不太对的。因为川普，你可以展现你的决心，可是11条人命没有经过审判，就这样一枪打掉一颗飞弹就打掉了。我觉得是有点违反国际公约。一方面是用军人，那另外一方面还绕过了国际的法律程序。那马老师又怎么看？这是硬找理由开战吗？还是这背后有其他原因 ？OK， 其实今年4月，川普有一个行政命令，就是加大反毒的力道，所以他会去反毒，我觉得并不意外啦。然后过去委内瑞拉跟美国是有双边共打协议的，就是他在查韦斯之前。没有闹翻之前，美国的这个缉毒局是直接派人在委内瑞拉，然后在海上他们可以共同执法，这个过去依法有据。可是，在查韦斯之后，因为两边闹翻了，2015年美国把这个新的这个马杜罗政权把它定义成一个毒枭政权。那从那一刻起，马杜罗怎么会觉得跟美国的关系很好？所以决裂。那事实上，我相信马杜罗应该也是个毒枭政权，他实际上跟这个贩毒的关系是密切的。那这个情况之下，美国政府没有办法透过政府的管道去管理，那他只好透过他的海军跟他的海岸防卫队。事实上，美国有个国内法叫做麻醉药品的这个海上走私的拦截法，所以其实美国还是依照他的法律在加勒比海这边执法，他也不是乱来。但是我想这个可能双边有一些政治矛盾，所以导致了就是美国最后会用开火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这样。但是为什么最终这个美国一定要拿下马杜罗？现在这边背后也有专家在做分析，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是
天然资源的掠夺，还有地缘跟霸权等等。我们先来看到几个重点啊，包括川普为什么这么看好当地，因为这边的能源资源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那所以美国想要抢下这个霸权，政治目标他也希望呢推翻马杜罗，然后安插他的亲美政权。再来是战略地位，美国是南美的大门，所以希望能够锁住整个后院。移民问题是不是未来把一些海外的移民监狱也放在这边，可以减轻美国本土的压力呢？最后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想要独霸西半球，真实目的吴老师又怎么看？你这列这张表很精彩，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会不会看到第一项觉得有点奇怪？哇，全球最大石油储量，因为我们好像从小听到都是中东石油比较多，阿拉伯是油国，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前几年没有好好念书之前也不晓得，委内瑞拉是全世界石油探明储量最多，3000亿桶。在20几年前的时候，它其实也非常非常富有。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说念书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那世界选美小姐常是委内瑞拉小姐。哦，对。然后是不是？然后呢，又非常的美丽，国家很富有。就是20几年来呢，他为了想要把这个石油赚得更多，就把本来是西方世界帮助他开采石油，大家可以分到钱，或者特权阶级可以分到比较多的钱的一个情况，要收归国有。就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是自己把自己天然的这个资源糟蹋呈现了这个样子。然后连这么不爱打仗的川普都要这样子来攻击他。当然，川普会打他，不是因为不爱打仗，因为川普非常有把握，这个国家这么小，我这个武力这么强大，才用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川普不是为了要夺取委内瑞拉的储量，因为委内瑞拉储量很高，它产量现在全世界只排10几名到20名之间，所以它是为了这个反毒是它比较重视的这个目的。而且这个委内瑞拉这些毒枭也实在够狠了，不但在这个中南美洲一带这个贩毒的势力已经进入到美国本土，还甚至跑到北边往加拿大那边去都有可能都有一小部分。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为了贩毒。但是呢，如果能够把委内瑞拉给搞定，当然进一步就可以得到它的石油资源，这是有可能。但我想那不是它的目前的主要目的呢。